什么工作忙，加班没时间，什么亲家、运飞机，这都是编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好吧，那你今天你给我一个准信儿，你们到底想怎么办？这个孩子我是要生下来。什么？你要把他生下来，你跟武功复婚，然后再跳到老武家的那个火坑里去吗？我是不会跟他结婚的。你不结婚，你就要把这孩子生下来，你敢？你马上给我去医院！哎呦，我不要去！丽丽，你这事做得太过分了，这孩子坚决不能要。我不生，我以后可能就生不了了。关键这个孩子还能救丁丁的命呢。是不是武功找过你？我这孩子不是为他生，是为我自己生的。如果他以后生了可以救丁丁的命，这当然皆大欢喜。如果不行，我没有办法，但是跟他没有关系。你把这个孩子生出来，然后你再用这个孩子去救丁丁的命，你也太伟大了你！我活这么大，我还没见过像你这么崇高的人呢。好了，你崇高你妈，我不崇高。你要是敢留下你肚子里的这个孩子，我告诉你，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妈我的忌日。丽丽，你怎么了？丽丽，为了给你熬这个红枣乌鸡汤啊，你妈一上午就没离开过厨房。乌鸡是你妈早晨从市场买的，红枣是找隔壁王姨家要。还挺香。来，把它喝了。不行，我不能闻，闻了我就想吐。怎么会这么厉害啊？我不知道，给我喝点水。还是你妈说的对，你呀就是一个外强中干，看着精神，身体早就被掏空了。让你和我妈失望了吧？你还不知道你妈，那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，她是恨你不争气，打了你一巴掌，心疼的到现在都缓不过劲儿来。我真就不明白了，那武功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？丽丽，你跟妈说实话，留下这孩子是不是就是为了救丁丁？爸，我已经失去过一个孩子了，我不可能再承受第二次，所以不管你们有多少人反对，这个孩子我一定会生的。他是为我自己生的。况且丁丁的那个情况，即便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，只要我能够帮得到，我一样会帮的。那你可得想好了，一旦生下这孩子，你跟武功可就一辈子都纠缠在一块儿了。我考虑过了。那好吧，既然你自己决定了，那就这么着吧。看来我跟你妈也是管不了了。趁着这次住院，把自己身子好好补补。我回去跟你妈汇报工作去了啊。爸，那个鸡汤你多少帮我喝掉点吧，省得我妈有担心我。她问你就说我胃口不太好。要说你自己跟你妈说，别让我传话。哦，对了，我回来还烧点什么？那就再买点苏打水吧。那你好好歇着吧。于小青，你别轰我走，我是来道歉的。江离，那天对不起，我一想到丁丁，我整个脑子我就乱了，我什么话都往外蹦。但是你放心，
我说的那些话我都是真心的。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养品，有孕妇的钙片、叶酸，还有防辐射服。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，医生说什么对孕妇好我就买什么。这些东西我都用分药器给你分好了，都装在里面。我全是买的好东西，真的，钱1分没少花。还有这个孕妇的防辐射服，小票我都放在里面了，说明书也有。我给你找找，小票都放里边了。你要是为了丁丁的事儿来，我可以现在就答复你。如果配型能够配上，我是愿意救丁丁的。我是不是挺吵的？我知道我这个人挺吵的。我从小就大嗓门，因为怕叫了没人听得见。江离，我那天真的不是故意要去你们公司闹的，我是怕你恨我，我说话你听不进去，我才去的。后来我公他说我了，他说我是在帮倒忙，我才反应过来。江离，我知道我给你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。我这个人，我连吃饭都要耍赖犯浑，所以我就习惯了。你别难过了。我也不想这样，江离，我是高兴你能够救孩子。只是小青，我之前其实也咨询过大夫，同父异母配型的成功率其实也不是很高，你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，你这时候还是应该去各个骨髓库广泛争取一下机会。我知道，我都想好了，要是你这个孩子生下来也救不了丁丁，那就是丁丁的命，我认。如果能救得了，我就让丁丁认你做妈，我让他长大以后孝顺你。小青，其实就算不是为了丁丁，这个孩子我一样会生。我懂，江离，丁丁就在隔壁楼的病房里。你要是没有人陪你的话，你就给我打电话。我当过孕妇，我伺候孕妇没问题的。不，真的不用，你赶紧回去照顾丁丁吧，我这儿不需要人照顾的。江离，你帮我这么大的忙，你就当我是过来赎罪的，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报答你。你放心，你爸妈不在的时候我再来。是丁丁要找我了，那我把东西都放这儿，你就看着吃，你好好休息，注意心情。你看啊，这个就是姑姑小时候，这个是爸爸小时候。丁丁长得像谁啊？都不像。怎么会都不像呢？你看你跟爸爸多像。我觉得我长得像我奶奶。对，是有点像啊。姑姑，你长得也像奶奶。那是当然的了，姑姑是奶奶的孩子呀，当然长得像奶奶了。姑姑，奶奶死了是吗？如果丁丁治不好，丁丁也会死的是吗？别瞎说，丁丁，不会的啊。我都知道。姑姑，小静死了。小静是谁呀？她是我的病友，她住隔壁病房。我们两个上个礼拜刚认识，她上1年级。今天上午我听见她妈妈和她奶奶在哭，我偷偷去她病房门口看了。小静的床上盖着白床单，就像奶奶死的时候一样。姑姑，人死的时候会疼吗？丁丁，来，
姑姑告诉你啊，会有事的。我们丁丁呢，丁丁还要长大了，还要上大学，还要工作。哎，丁丁，你的理想是什么来着？当飞行员。对，还要当飞行员，开大飞机呢。姑姑，丁丁不想死。妈妈说，江丽阿姨会生一个弟弟或妹妹来救我，只要她生出来了，丁丁就有救了，是不是？丁丁，姑姑向你保证，不会有事儿的啊。你怎么来了？对不起。你跑这来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？好像说了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。如果不是因为丁丁的话，岳小青就不会过来找你。你就当做我替他跟你说声对不起。要是我处在小青那个位置，我肯定也会那么做的。我不怪他，他今天来过了，那些东西都是他送的，而且他已经给我道过歉了。倒挺难得的。你别站着了，坐吧。你和岳小青从认识到离婚，在一起多久？一共也没几个月。你了解他吗？那我太了解了。跟他在一起啊，就一句话能总结：不堪回首。你不了解他，因为没有哪个女人天生就是这样的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就说了他自己的故事啊。一贯的伎俩。你对他的成见就这么深呢？我们换个话题好不好？好吧。肚子里的宝宝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他挺坚强的，像他爸，百折不挠。我好像又说错话了。你现在怎么变得，只要一不高兴就不说话了呢？我记得以前咱们谈恋爱的时候，只要你一不高兴，你就会跟我吵，吵一次还不够，还得第二次，一字一句的拿出来重新吵，还有第三次。第三次就像写论文一样的，你就要一个一个的找错误，找缺点。我就不明白，你那会儿怎么会在我身上找出这么多缺点呢？那时候我觉得所有的缺点到最后都会变成优点。废物利用？那叫废品回收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想想，那时候我真的是幼稚的可笑。哎，你爸你妈去哪儿了？我妈回去给我做饭了，我爸出去买点水果，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吧？你有什么话要说，简重点吧。我其实是想谢谢你，谢谢你留下了这个孩子。我从知道有这个孩子存在的第一刻起，我就从没有想过要放弃他。如果到时候脐带血能用上，那当然最好了。我真的不知道我上辈子积了什么德，能让我遇见你。我真的应该跟你说一声谢谢。至于吗？不至于。其实谢谢是对外人才说的话。
我们重新开始吧。你别跟我开玩笑了。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跟你提复婚。那天晚上在黄浦江边上，我跟你说的话也都是真的。一方热衷于付出，另一方就会营养过剩。我也想到，如果我们复婚的话，我们就会像以前一样，每天就会有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等着你去处理，让你每天焦头烂额，我就心疼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想只有离开你，你才能去过属于你的生活，你才能去寻找属于你的健康的婚姻，不像我，只会一味的伤害你。现在你的想法变了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孩子？如果只是因为孩子，你大可以不这样想。我既然生得了，我就养得了。而且我还想提醒你，你也是丁丁的爸爸。这是两码事。2个孩子我都有责任，我都会管。现在不说孩子，是我们俩之间的事。其实我跟你之间，我从来都没想过要离婚。但是没想到，我们就真的离了。当时那个情况，一边是我爸妈和丁丁，一边是你。我能够理解，选择放弃我是迫不得已。什么迫不得已？其实就是我懦弱。除了懦弱，我还优柔寡断。你说离都离了，我还死缠着你。我觉得你妈说的挺对的，我就像个火坑一样。自从你粘上了我，你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。但是我真的想让你过好日子。我记得我们决定留在上海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过，我说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。你能给我个机会，重新开始吗？阿姨，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阿姨，你听不懂中国话呀？我可跟你说好了啊，这孩子姓姜，跟别人家没关系。给，吃吧。你干嘛？你干嘛呀？你能不能以后别再去找江离了呀？咱不折腾了，行不行？武功，我没折腾，我这不是想去伺候伺候他吗？江离不用你伺候，你照顾丁丁就行了。他那边有我。武功，我现在情绪挺稳定的，你放心，我去了那边，我绝对不会说让他心情不好的话。还有啊，我就是想等江离平安的把孩子生下来，只要配型成功，我就带着丁丁一个人过日子。你们要不想见到我，我保证，我绝对不再出现在你们面前。行了，你别唠叨了，我还得去给江离买鱼呢。去晚了，菜市场该没有新鲜的了。放心哈。喂，刘编辑。刘编辑。武功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哎，你最近怎么回事？电话不接，短信也不回。我最近顾不上来，我都在忙孩子的事。啊，知道你忙，但是社里真的等不了了，早就过了交稿的时间了。哎，我可是一直在领导面前说你好话，领导也早就放话了，说再等等你。但是武功，我问你，我们的约稿你没有时间写也就算了，网上那本《天使与魔鬼》的连载是怎么回事？
哦，那个不是约稿，那个是我自己想写的一些心情。好，武功，我们知道孩子生病了，你现在需要钱，但是我们领导说了，你有困难，出版社可以帮你，我们出版社可以在单位里为你募捐。但是你不能把我们的活扔在一边，然后另外再去写连载，这说不过去，是不是？我写那个不是为了钱。武功，咱们都这么熟的人了，你别跟我说那些虚的好吗？是，丁丁现在生病是需要用钱，但是我还想帮帮别的孩子。最近我去了一趟小天使基金会，那个基金呢，是专门为那些得了白血病又没有钱治病的孩子成立的。他们特别可怜，有相当一部分孩子，就算他们配型成功了，那也要等到钱到位之后才能做手术。我写这本《天使与魔鬼》呢，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作为白血病患儿父亲的一些感受。这段时间我跟他们接触下来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是健康。钱这个东西嘛，你用在浮华身上那是虚荣，你要用在拯救生命身上，那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喂？什么？在哪儿？你拖住他，我马上到啊！吴迪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呢？我回来了。看起来你恢复的不错啊。还行吧，医生说了，只要能保持愉悦的心情，活个10年8年不是问题的。你回来，我妈她知道吗？她不知道。我叫你过来，就是想给她个惊喜。你叫我来的？你不是在找叶丹宁吗？我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跟你们班长是同事，他们俩这会儿在大堂里面聊天呢，赶紧去吧。愣着干什么呀？有些事情，我以后会跟你解释清楚的。赶紧去吧，时间来不及了。谢谢啊。这老班长可真不够意思的啊！说是来找我叙旧，我还在想，这有什么旧好叙的？果然，无事献殷勤啊，肯定没好事儿。我跟邱东阳要离婚了。其实呢，我这些年的生活，也不像你以为的那样舒心和风光。我婆婆她是个很难伺候的人，我相信你也知道。她对越是亲近的人，就会越是挑剔。说真的，要不是因为东阳的爸爸当初出了那件事情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忍我婆婆这么久。但是，如果不是因为我婆婆对我有成见，你也不会有机会进入邱氏公司。我知道，你一直认为是我把东阳从你身边抢走的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？你各方面的条件都比我优秀，为什么东阳还是不选择你？因为我比你真诚，我有什么高兴的、不高兴的，全都写在脸上。关于这件事情，我问过东阳，他亲口回答我的，因为他跟我在一起觉得开心、轻松，他不会觉得累。当然了，东阳其实也是很看重你的。他经常跟我夸奖你呢，说你好学又有上进心，
让我向你这个女学霸学习呢。我承认，我是说过很多你的坏话，那是因为我也会害怕，我怕你越来越优秀，会把东阳从我身边抢走。但是现在，我和东阳要离婚了，我们俩离了，你能放过他吗？你能放过公司吗？你在跟我做交易吗？我是在求你，丹宁，看在你爱了东阳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放过他吧。以前的事儿都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还不行吗？顾林飞，你不觉得你的道歉说得太晚了？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等到警察真的来找你的那一天，你也太晚了。你在威胁我？我是在提醒你，那家公司会给你的报酬，全都汇入你妈妈的账户里了吧？如果是邱氏公司报案，你知道后果吗？叶丹妮，我希望你不要像茉莉那样，一辈子都生活在仇恨里，最后只能锒铛入狱，你值得吗？现在公司已经因为你基本上都散了。邱东阳每天把自己喝得烂醉如泥。就算是你认为邱东阳对不起你，你恨他，可这家公司是东阳爸爸留下的，而且我知道你也不是真正冲着东阳，你是冲我来的。那就让我来承担吧，你放过东阳吧。我和东阳的孩子没了，他向我提了离婚，我就去了医院。叶丹宁，求你了，放过东阳吧。当时啊，就希望有个人能24小时的这样照顾我。饿了渴了，有人给送水送饭；累了烦了，有人给嘘寒问暖。不用每天我想吃口饭，哎，我自己从10楼就噔噔噔往下跑。不过大夫说了，我是那批产妇里边啊身体素质最好的，我估计就是每天上下10楼的功劳吧。哎，江离，要不这样吧，从明天开始我们一起锻炼，你呢生孩子，刚好我减肥。我可跑不动。江离，其实我挺羡慕你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帮丁丁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是说我真的挺羡慕你的。我有什么可羡慕的？要不说《狼来了》的故事寓意深刻呢，这谎话说多了，说真话的时候都没人信了。我就是羡慕你这一点。你说不管什么时候你说话，哎，武功和他爸还有武林飞，他们都当圣旨一样去执行。那个时候你可没怀孕，不像我，每次谎话一出口的时候，自己都会当真。我不像你，有文化有能力，丁丁要是你的孩子就好了，说不定也不会得病，还会更有出息。你也可以做一个好妈妈。我自己什么样，我自己还不知道。我这个人唯一的优点呀，就是没让丁丁饿着。但是我总骗他。怎么说呢？没办法，我这种人，说谎也是种生存技能吧。你既然都知道问题在哪儿，那就改改吧。改，都怪我。要我不是这样啊，武功也不会跟我离婚的，对吧？可如果你当初告诉他你怀孕了，应该也离不了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怀孕了。
江离，你放心，等丁丁病好了，我就带着孩子单独过日子，你们就安安心心的复婚吧，我不会来打扰你们的。我跟他已经离婚了。离了婚可以再复吗？不麻烦的，就是跑到民政局办个手续而已。你别怪我说话直啊，你只看到武功的不好，你没有看到他的好。那武功对丁丁什么样？对你肚子里的孩子也会那样，只会比这更好。武功这段时间有多苦，我心里知道。但是他每次看到孩子，他就笑。那笑怎么说呢？让人一看了就觉得很安心。丁丁就喜欢他爸爸笑，他爸爸只要一笑，他就好像没生过病一样。我真的挺庆幸带着丁丁来找武功的。那就让武功多陪陪丁丁吧。早知道丁丁跟着我会受那么多苦，我就早一点带着他来找武功了。有爸爸陪着的孩子就是不一样。行了，你睡吧。遇见你，像天使的降临，瞬间忘了呼吸，失去自己。爱上你，偷偷藏在心里，直到不能自已，不能忘记。一天比一天更想你，刻印在脑海里，所以不得不去告诉你，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。爱你的心都是你，到我身边别怀疑，为你什么都愿意，用尽每一丝呼吸。爱你的心都是你，只愿生命一直有你，用我对你的坚定，让我们将这爱情走下去。我不是，我只是一个迷途知返的妈妈。是，我跟武功离婚已经很多年了，现在江离肯生下孩子来救我们家丁丁，他才是大爱前妻和励志妈妈的典范。谢谢你们送我的鱼丸，我知道，这个鱼丸是你们送给丁丁的。江离帮了我这么多，其实我伺候他，不算什么的。啊，对，这鸡汤我打算给江离送到医院去。好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江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，今天路上堵得死死的。
吃？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啊？你别着急，我知道我怀孕期间应该注意饮食，但是怎么照顾自己，我心里清楚。你这叫能照顾你自己啊？我这不是把油往外撇了吗？哎呀，再说你也知道，怀孕前期有那么明显的孕吐反应，我好多东西我都吃不下，你们就给我整那些啊一点味儿都没有的，我到现在嘴里都是淡的。我就想说吃点麻辣烫，有点辣味儿，自己能舒服一点。再说你看我妈那一辈人，什么吃的都没有，人家随便吃，我们这一代不也好好的吗？那是什么时候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你这碗麻辣烫里有什么你知道吗？用的什么食材做的你懂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这个油是好的，就是这个辣就很刺激你胃，对你和胎儿都不好，到时候孕吐的时候还是你受罪。为了大早上能给你整口吃的，天天站在电脑上面查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，你不能吃的太油腻，不能吃的多盐。大早上的去菜市场人挤人，就是为了给你整口绿色的放心的。你想想看，你吃这些我心里什么感受？你苦，哪个当妈的不苦？你现在不受苦，将来你就跟我一样看着孩子受苦。我总在想，要不是我当年胡吃海喝，丁丁就不会生病。别的孩子又高又壮，就我们家丁丁又瘦又小。要是但凡给我一次机会，这些东西再好吃我也不碰。江离，别弄得像我现在这样行吗？来，这些东西以后一口都不许吃。大夫，你慢点，我们都看不清楚。这是头，这是手，这是脚。啊，哎，大夫，这孩子是不是背对着我们呢？是的。大夫，你能不能让他转过来？这个我没有办法。哎，江离，快看，孩子侧面长得多像武功啊，尤其是那鼻子。我们家丁丁啊，鼻子就像我，要是像武功啊，不知道要帅多少倍。啊，我老公和她老公同名同姓。大夫，你有孩子吗？我孩子都大学毕业了。哎呀，真看不出来，还挺年轻的。大夫，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，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我们好去准备小衣服、小被子。刚出生的孩子穿衣服不分男女的。哎呀，大夫，你就跟我们说说吧，我们不重男轻女，那规定是不让说男女的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对吧，大夫？好了，做完了，起来吧。啊？这又做完了？拿着检查结果去找门诊大夫。大夫，这上面的数据什么意思呀？这孩子健不健康，有没有畸形？你们去门诊，大夫会讲的比我清楚。哎呀，大夫，你天天做这个，你就赶紧跟我们说一说吧。大排畸做的就是排除概率，但是有些疾患也是做不出来的。不过不要紧张，孕妇的心情也会影响到孩子的。保持好心情。谢谢。江离，我怎么看这个我都觉得不对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大夫啊，跟我当年生丁丁的那个大夫说的一样。你说问他是男是女吧，他什么都不说；问他有没有问题吧，他就让拿着这个去找门诊的大夫。可是你听听门诊的大夫说的都是什么呀？有些疾病是查不出来的。那万一到时候孩子生出来有什么问题，我们找谁去啊？这不是推卸责任吗？别自己在这疑神疑鬼的。我没疑神疑鬼的，那孩子可是在你肚子里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啊？这生孩子就是闯鬼门关，还是你带着孩子闯这一关？弄不好啊，就一个都回不来；弄不好，只能回来一个。江离，不是我吓唬你，这事儿咱们得谨慎。